小叔子一家在我名下的房子里住了3年，直到最近，我想把2套房子卖了，换一个更大的房子。没想到这激发了小叔子一家和婆婆的强烈不满。婆婆骂我毒妇，想把一家搅和得不得安宁。小叔子痛斥我不顾亲情，眼中只有利益。弟媳妇都说我不就有俩臭钱，显摆什么？就连老公都怪我不懂事，不提前给他弟弟找住处。我笑了，一家子吃我的住我的，没让你们把我当慈禧太后供起来，就算给你们脸了，竟然还想得寸进尺。他们不知道，我黑化以后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面对他们的无理取闹，我直接下了最后的通牒：明天就给我搬走，不然我有的是手段让你们哭着离开。小叔子张伟听到后，竟然挥舞着拳头，还想动手，不过很快被我老公张磊拦下了。哥，你别拦着我，你的女人，你不舍得教训我，替你教训，成天没个女人样。我冷笑，张磊那是舍不得教训吗？分明是不敢教训。弟媳妇王贤妹抱着她的儿子大虎，像个泼妇一样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嫂子啊，你要把我们一家赶出去，我们住哪呢？再说你有2套房子，给我们1套，又怎么了？我看着张磊，等他说话，他可能想在外人面前充面子，竟然推了我一把，嚷嚷着：你再有钱也是我老婆，我的弟媳你就是不能不管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丈夫，拳头紧握，直接离开。离开时还能听到张伟的叫嚣：哥，你就是太怂了，自己的女人打2下他还能和你离婚啊！我真是无语了，一群寄生虫还敢这么猖狂，完全没有寄生虫的觉悟。回到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后，我立即改了大门密码。几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听到门外的动静，张磊回来了。他疯狂地拍门，大着舌头说：李墨兰，你他娘的是不是把家里密码改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家，这也是我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结婚这么多年，你看我打过你没有？逐渐，他的叫骂声变成了哀求：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刚才一时鬼迷心窍说错了话，你只要让我进家，你打我骂我任你处置。这种话我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，可他从未改过。我只恨自己结婚时脑子糊涂，竟然嫁给了一穷二白的他。这3年我不但忙于事业，还疲于在他的一堆奇葩亲戚之间周旋，而他无所事事，吃软饭也就罢了，还无休无止、没有原则地养着小叔子一家寄生虫。张磊，咱俩离婚吧，反正我婚前做了财产公证，这东西也好分，带着你的存款离开吧。张磊急了，拍门的声音越发急促：老婆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离开你让我怎么活呀？我不再和他废话，回房间休息去了。第2天6点多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门外巨大的声响把我震醒了。透过猫眼，好家伙，我看到老公一家子人整整齐齐地在门外。门刚打开，婆婆李大花就率先几步上前，扬起手就想扇我，幸好我早有防备躲开了。李大花气得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竟然还敢躲！我们老张家怎么娶了你这么恶毒的媳妇啊？结婚3年一个蛋都不下，现如今还要把我们赶出去。王贤妹抱着大虎洋洋得意：嫂子，既然你不能生，那就别这么张狂，不然除了张磊还能有谁要你？我上下打量了他一身地摊货，嘲讽道：我要不出去工作，就以张磊的本事，我非要饿死不成。既然我们都互相看不上，那就好聚好散吧。婆婆李大花怒目圆睁：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好聚好散？张磊没和你们说吗？我要和他离婚，2套房子还有车子我都做了财产公证，你们赶紧搬出我的房子！张伟急了，立刻跳出来：
什么狗屁财产公正，反正离婚可以，房子必须分我们一套。李大花直接坐在地上哭嚎：我儿子跟你3年，他的青春怎么算呢？有钱人咋都这么不讲理呀？我的脸越来越黑。最后王贤妹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，她劝我：嫂子，你说这好好的离婚干啥？这社会对咱们女人不公平。你要离婚了，谁都能在背后编排你，有了男人就不一样了。嫂子，你可别想不开呀。说完了吗？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奇葩们，说完了就滚，不然我就报警。还有张磊，你的卡我停了。说罢我就回屋，张磊拉住了我：老婆，你不能把我卡停了呀，你也知道我失业1年多了，手头哪还有钱了。李大花依旧叫嚣：儿子把手松开，你个大老爷们就不能硬气点？我就不信他真敢离婚，也不怕亲猪笼被人戳脊梁骨。你就在家等着他哭着求你吧。此话一出，张磊果真松手了，我也顺利回到了屋，笑死我了。在家等着我哭着求他们在这座城市哪来的家？打开手机，我给安保公司打了电话：哥，是我，最近有人想霸占我家，你能不能帮我把他们赶出去？钱好说，事成后给3万。挂完电话，我也没了后顾之忧，开始打开电脑在家办公。还没几个小时，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。电话刚接通，那边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：林墨兰，你个毒妇，你明明知道我们没有钱，还赶我们走，你存心想让我们睡大街是不是？听到婆婆李大花的声音，我皱了皱眉：张磊呢？让他跟我说话，不然就挂了。很快张磊就接电话了，一开口就劈头盖脸地指责我：墨兰，你闹够没有？就是因为你，我们被赶了出来，一家人现在都没个住处。这番言论把我整笑了。你们自己不努力挣钱，还怪我了。行了，看在咱俩在一起3年的份上，现在滚过来把离婚协议痛快地签了，我还能考虑分你30万。通话结束没多久后，张磊一家就又来到了我家门口。不过这次他们可没了往日的嚣张，除了李大花，其他3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上。这又搞得哪一出？刚打开门，李大花也扑通一声跪下了。好儿媳呀，你不要跟我这个老婆子一般见识，你别跟我儿子离婚，这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吗？而且离婚后你这名声也都臭了，何必呢？说罢他朝着张伟使了个眼色，张伟这才不情不愿地跟我道歉：嫂子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那是你的房子，你想赶我们走就赶我们走。张磊更是夸张，哐哐哐磕了3响头，抱着我的小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：老婆不离婚好不好？我当时一时糊涂，现在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耐烦地甩了甩腿，把他甩掉了。我看你是30万也不想要了，如果想要的话就跟我回屋签合同。他闻言一愣，然后有些不甘心地站了起来，跟我进屋。看到里面装修的有些奢华，哪怕张伟和王贤妹来了很多次，还是会被惊艳到。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和笔，说：房子车子没有你的份，现在离婚给你30万，你看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就……哦，一股恶心袭来，我捂着嘴冲到了卫生间干呕。张磊也跟过来了，他的喜悦溢于言表。墨兰，你不会是有了吧？李大花听到后松了口气，又开始劝和：儿媳呀，你这有孩子了就别离婚了，和我儿子好好过吧。逐渐不适的感觉退去，我整理下仪态，淡淡瞥见一眼张磊：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。为了不让我在事业巅峰期出什么意外，每次我都会做好很严格的安全措施。张磊接下来的话把我的心情打入谷底。
他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他最近在安全措施上扎了针眼。”看着他洋洋得意的嘴脸，我又泛起恶心吐了起来。身后还能听到李大花乐呵地拍着张磊的肩膀说：“瞧他反应这么强烈，怀的一定是个小子。儿子你可有后了。”等我从卫生间出来，屋里的几人各自心藏鬼胎。王贤妹抱紧了大虎，阴阳怪气地来一句：“原来你也会生啊！我还一直以为你有什么毛病呢。”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被张伟撕碎，他带着威胁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嫂子既然都怀孕了，那就好好跟我哥过下去。毕竟你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没爸，被人叫做野孩子吧？”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：“离婚，现在肯定不离了。哈哈哈，这样才对嘛！哪个好女人家的会离婚啊？为了孩子，这日子就将就着过下去吧。”听着他们的话，我也跟着笑起来了。敢算计我，那就要承担后果。自从我怀孕后，他们对我的态度好了些，最起码不会讥讽我是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了。但是那套房子我也没再给张伟住他们了。他们一上门闹腾，我就捂着肚子嚷嚷着疼。他们全家都认为我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不离婚的，所以并不敢把我逼急了，压力全部给在张磊身上。据我所知，我每个月给他的钱，他都拿来补贴小叔子一家还有婆婆了。现在我想吃榴莲了，让张磊去买。张磊犹豫了好久才说：“榴莲多贵呀，都是智商税。老婆，你要不换一种水果吃吧？”我不满地抄起桌子上的水杯砸向他：“我每个月给你的钱，你都喂狗了是吧？买个榴莲还这么多废话，该不会是……”我话锋一转：“那些钱全部补贴你娘家了，所以手头没钱了，是不是？”张磊哪里敢跟我说实话，他扯出一个笑脸：“怎么可能？你给我的钱我都存着呢，你想吃，我现在就给你买去。”磨叽了好久，他才带着榴莲回来。老婆，榴莲买回来了，这可是我精挑细选的。我瞥了眼，看起来又小又不新鲜，果然是精挑细选出来的。刚打开榴莲，那味道直冲我天灵盖，我没忍住又吐了起来。我一把把榴莲拍打在地上：“拿走，赶紧拿走！我不能闻到这个味。”张磊黑着脸把榴莲捡起来带到屋外，过了一会才回来。他关切地问：“老婆，你现在感觉好点没？”他一开口，一股子榴莲味，这又让我干呕起来。怀孕让我现在的脾气异常暴躁。我抄起身边的东西砸向他：“让你扔个东西，你倒是吃起来了。你明明知道我闻不得这个味道还吃，跟800年没吃过东西一样。你打着什么坏心思？”他的眼神逐渐阴鸷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你要伺候不了，那就离婚。哦，对了，生孩子有风险，我已经立好遗嘱，如果我怀孕到生产之间发生什么意外，名下的财产都捐给山区。老公，你应该理解我，支持我，对吧？这猝不及防的消息差点让张磊表情没有变换过来，他笑得比哭还难看。你做什么我都理解，我都支持。闻言，我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回房间睡觉了。自从怀孕后，我就嗜睡，孕吐反应非常强烈，整天搞得身心疲惫，就连工作效率都大大减退。可是这个孩子，我并没有想打掉，毕竟我恨的是张磊，并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所以我一不顺心就折腾张磊。不知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客厅有人打电话，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话。我蹑手蹑脚地下床，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，哪怕声音不大，我还是很清晰地听到张磊崩溃的吐槽：“这个臭娘们真给他脸了，怀个孕矫情到不行，还非要吃榴莲，我都舍不得吃她一个女人，怎么敢的？孕期杀死她的计划实行不通了，她竟然提前立了遗嘱。”
如果在孕期死亡，他名下的财产都和我们没关系了，就看在他肚子里也是我孩子的份上，就让他多活一会吧。我听完后冒了一身冷汗，没想到我今天随口说的一句话，竟然救了自己的命。我只是想折腾他们作为算计我的代价，没想到他们却想要我的命。一夜未眠，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起来了。张磊继续扮演好男人人设，他紧张地询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今个黑眼圈怎么这么重？”看到他虚伪的嘴脸，我又一阵恶心，直接吐他身上了。张磊赶紧后退了几步，我阴森地盯着他：“你这是嫌弃我了吗？嫌弃我，那就和我离婚啊！反正我现在有恃无恐，以他们的尿性，为了钱，哪怕把牙打碎了，也要往肚子里咽。”张磊忍着嫌弃上前2步，讪笑道：“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依旧不依不挠。可是你刚才的举动让我很不满，你给我跪下道歉。”张磊也是个能屈能伸的，他立刻跪在我脚边，露出讨好的笑容：“老婆，你看现在满意了吗？”我像摸狗一样满意的摸摸他的脑袋：“满意了。好了，你去楼下给我买早餐去吧。”来到卫生间，我看着因为怀孕而一脸憔悴的我，不由得深思：我真的有这么爱孩子吗？甚至对他的爱超过自己。门开了，我看着张磊领进来的人，笑容越加灿烂。没想到张磊下楼买个早餐的功夫，都能把婆婆李大花带过来。老婆，我一个大男人，难免有做的不体贴的时候，所以我把我妈带过来了，这样就可以全心全意地伺候你了。李大花心疼地拉着张磊的手上打量，随后不满地对我说：“不是我说你，自家男人都不知道心疼，谁家怀个孕像你一样娇气？你看我儿子瘦成什么样了？”我没有反驳，他以为他来了就可以替张磊减轻负担。错，我会2个一起折腾。自从怀孕后，我的口味变得很刁，经常让他们跑很远给我买饭。李大花还没来几天就被折腾得受不了了，她搂着张磊大哭：“儿啊，没想到你在这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啊！”随后她就摆出当婆婆的架子，指责我：“都怀孕了也不知道省着点钱，以后孩子出生后花的钱更多，你怎么不知道为孩子着想呢？”我看他们是把我的钱当成囊中之物了，以至于我花的每一分钱都能让他们心头滴血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去给我拿快递去，有些多，你和张磊一起去吧。李大花气的都快一口气上不来了，但是还要憋屈的给我拿快递。回到房间，我手机屏幕显示的是1周前衣帽间的监控视频。我反手拨打110，喂警察叔叔，我家进贼了。等警察赶来我家时，李大花还有张磊抱着比人还高的快递回来了。看到警察，张磊疑惑地问：“家里怎么还来了警察了？小偷跑进家里偷东西了？”我死死盯住李大花的脸，丢了一个23万的包和几件加起来价值40万的首饰。李大花一听，吓得脸都白了。张磊并没有注意到他脸色的不对，一听少了这么多钱，他也急了。现在的小偷怎么这么张狂？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把东西给找回来呀！我把正在播放监控视频的手机递给警察，这是我衣帽间的监控。张磊好奇地凑上去，视频中正在播放李大花鬼鬼祟祟地把包还有首饰塞进袋子里。他不敢置信地提高了嗓音：“妈！”警察看了看视频，又看了看李大花，说：“的确是他，你们是婆媳关系，那还需要立案吗？”李大花还想说什么，我率先一步打断了他：“不可能，我婆婆怎么可能是小偷呢？再说了，她年纪大了，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我怀疑这牵扯到另外一起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案。”我把事态说得如此严重，警察也跟着严肃起来了。
开始仔细盘问这笔钱的去向。张磊也跟着着急：“妈，这钱到底去哪了？你别不会真的被人骗了吧？”李大花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我也没废话，一脸严肃地对警察同事说：“这牵扯的数额巨大，请警方尽快破案，严惩诈骗者。这东西我全给张伟了。”李大花一咬牙说出来了，他的眼睛飘忽不定，不敢和张磊对视。张伟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我不是每个月……突然，张磊就像被人掐住脖子，说不出话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我并没有揪住他的破绽紧追不放。正当他暗暗松口气的时候，李大花仿佛找到了什么突破口，发泄着不满：“就你给的那仨瓜俩枣够干啥的？你都娶了这么有钱的老婆，也不知道多帮衬你弟。”我冷笑，我就说：“为什么每个月的零花钱明明足够你花的，你还节省的不成样子？原来全部都用来帮衬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了。”我气得胸脯大幅度起伏，吓得警察同志都安慰我怀孕的时候不能生气。李大花讪讪地冲警察笑：“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一切都是误会误会，你们请回吧。”不行，张伟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指不定也是被人骗了呢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把这笔钱的去向调查清楚。另外，他们必须要把钱还给我。李大花急得拽住张磊的袖子：“儿子，你赶紧劝劝你媳妇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啊！”向来妈宝男的张磊破天荒的没有搭理李大花。当我们赶到张伟的住处时，王贤妹正抱着孩子在厨房忙活，而客厅里烟雾缭绕，数名男人一边抽烟一边聚众赌博。看到警察，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，最终见逃不出去，只能乖乖抱头蹲成一排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当张伟知道我丢的东西价值60多万时，他怒了：“什么60多万？我一共才卖1万2。哥，你也不管他！”狮子大开口。张磊一直阴沉着脸不说话，因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首饰包包都是真货？他是知道这些奢侈品的真实价格就是这么多的。我云淡风轻地说：“我也不难为你，非要赔，既然赔不起，那就坐牢吧。”闻言，王贤妹站不住了，直接晕倒在地上，怀中抱着的大虎也重重摔在地上，哇哇大哭。现场一片混乱。最后，那些赌客被带到警局，经调查，他们有些人以赌博为业。张伟甚至欠下了20多万。最终判决下来，张伟因聚众赌博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至于我那被偷卖的包包和首饰，由于我坚决追究，他们为了不数罪并罚，也给我打了欠条。这边张伟刚进去，王贤妹就抱着孩子跪在我家门口，长跪不起：“嫂子，我男人已经被你害得入狱了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和大虎啊！”李大花哪里能眼瞅着自己的大孙子受苦，不经我的允许就让他进了屋。进了屋后，他们仿佛才想起我这个主人。李大花脸色不自然地轻咳几声：“那个莫兰啊，这人都进屋了，再请出去也不好看吧？更何况张伟可是因为你进监狱的。”王贤妹哭哭啼啼：“如果不给我和孩子一个安身之地，我干脆抱着孩子一块跳河自杀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某人的良心能安宁不？看着他们这么努力的一唱一和，我要不配合他们也说不过去。给你一个安身之地倒是可以，但是想住我家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点钱，你去外面租房子，婆婆你也跟着一块去吧。”王贤妹不甘地看着我的大房子：“嫂子，你家这么大，随便收拾一间给我住就行了。”我没了耐心，不同意就给我滚。我一发火，他们倒是闭嘴了。李大花和王贤妹一块找房子，下午就麻溜利索地搬出去了。
全程张磊都没有帮王贤妹说一句话，看模样经过这件事他们起内杠了。至于我为什么让他搬出去住，开玩笑，张伟赌博还欠20多万没还呢，如果住我家，还让不让我安宁了？果不其然，还没1个星期，王贤妹和李大花鼻青脸肿的带着几个彪形大汉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一看到我，王贤妹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，她激动地指着我：“她就是我嫂子，可有钱了，你们找她要钱吧，求求你们别再折磨我了，我真的没钱。”这时候张磊也出来了，一看到张磊，李大花就冲上前给他一巴掌：“我真是白养你这个儿子了，打电话给你要钱你也不给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逆子！”我一把抓住李大花高高扬起的胳膊，怒斥：“哪怕你是他亲妈，你也不能打我老公！”老公2字说出口，我自己都感觉烫嘴，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。我能感受到身后张磊的惊愕，欣喜，我是懂送温暖的。我对讨债的大汉说：“你也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了，这个疯婆子上来就打我老公，还能指望我们给他还债？谁家还没几个穷亲戚呢？还望大哥们理解。”说罢，我摸了摸已经微微隆起的肚子，暗示我是个孕妇，让他们悠着点。那几个大汉感觉自己被耍了，推搡着李大花、王贤妹：“你们不是说这家绝对帮你们还钱吗？我就说谁家这么财大气粗，一下子能帮你们还20多万？原来你们是故意撒谎，把我们哥几个当狗遛是吧？”李大花急忙解释：“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他们是我亲儿子和儿媳。张磊，你要还有良心，就赶紧还钱！”我直接把门关上了，阻断了外面的声音。张磊看我的目光无比炽热，他抱着我：“今天谢谢你维护我，其实我从小到大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。我妈她一直偏心我弟，听到他的哭诉，我只感觉烦躁。都多大了，还不敢挣脱枷锁，造成如今的局面，还真不全怪李大花，只怪他们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”我敷衍了2句：“没事，都过去了，以后遇事硬气点就行了。”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当晚他就硬气了。夜里我刚要睡熟，他溜进我的房间，爬上我的床，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：“老婆，孩子已经3个月了，医生说这个时间点注意点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我吓得惊慌失措：“滚！你给我滚！为什么让我滚？我可是你男人，现在孩子也已经满3个月了，医生说只要小心点是不会有事的。我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，莫兰你就满足我一次吧。”今日的张磊就像魔怔了一般，无论我怎么辱骂都不离开，眼神炽热的都快把我融化了。绝望之际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床头柜里有修眉刀。看着越来越近的张磊，我心一横，拿起修眉刀，快速地往下面一划，他凄厉的惨叫声划破黑夜。当晚医院的急诊室里，光荣地出现他的身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术室的灯灭了，医生神情严肃地走出来，跟我说了一堆，我都没听懂，唯有后面那一句可能会造成终身不育听明白了。我努力抑制上扬的嘴角，捂着嘴说：“那真是太对不起他了。”走进病房，我难得有耐心，静等他麻药进过去。张磊也没让我久等，在睁开眼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瞳孔猛地一缩，看样子很害怕我。想想也对，毕竟当时我可是等他活活疼晕过去才打的急救电话。看到他睁开眼，我抹了2把不存在的眼泪。你说你昨天这么粗鲁干什么？我怀孕后本来就敏感，你还非要，现在你那玩意不能用了，可别怪我。什么不能用了？他脸色一变。这时候正巧医生进来了，张磊急忙询问事情的真假。
当他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他崩溃地使劲拍打自己的脑袋。林墨兰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要报警把你抓起来。我无辜地眨巴着眼睛。好啊，报警。不过我忘记说了，我房间里也有监控，有种罪叫婚内强奸。你说警察看到那段监控会如何评判呢？闻言，张磊更抓狂了，他想下床打我，我却快他一步走到床前，有恃无恐地说：“你要真生气就打我吧，孩子打掉了我也不会怪你。”他上扬的手慢慢放了下来，他狰狞的表情透露着他此刻的心情。我就喜欢看他一副看不惯我还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。我心情大好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张磊，你还是好好养伤吧，放心，医药费我交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出了医院，我给李大花打电话，你儿子住院了，可能一辈子不能生育，你要不过来看看。几天后，李大花和王贤妹搀扶着张磊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一打开门，李大花哭天抢地：“自从娶了你这个女人，我家就不得安宁。把我儿子害成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呢？”我指着肚子说：“怕什么？又不是没后了。”王贤妹嫉妒的眼睛都快喷火了，她酸溜溜地说：“谁知道这孩子是谁的？而且万一是个女儿，我哥这不断后了吗？”李大花附和：“如果她这一胎生的是闺女，就把大虎过继到张磊名下，我总不能看我儿子没后吧？”我听得额头青筋暴起，好家伙，当着我这个主人的面把家产分得明明白白。说着，他们就想搀扶着张磊进屋，我赶紧拦住他们：“钱没还完别进我家，晦气，挡我财路了怎么办？”他们两个听到这话，刚想破口大骂，张磊就厉声喝止：“行了，墨兰不想看见你们，你们就滚。”我意外地看着张磊，没想到他现在这么硬气。经历过如此意外后，张磊整个人都沉默了。不仅如此，他对我也越发体贴细心，经常出神地看着我的肚子，也会时不时地买一些好看的儿童衣服。看来他对这个孩子真的很用心，这个孩子成了他所有的希望。可惜呀，我不会让孩子出生的。我摸着5个月大的肚子，再看看镜子中快速衰老的皮肤以及走形的身材，低声呢喃：“对不起了，宝宝，哪怕你生出来也不会幸福的，所以我需要想办法找个理由把你打掉。”在又一次和上门闹事的李大花和王贤妹争吵后，我假装气得肚子疼，只有在这时，张磊才会跑过来帮我说话。李大花朝我啐了一口：“张磊，你就护着这个小婊子吧，指不定他的孩子都不是你的。你也不想想，他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和车子？肯定之前做了什么不正当的工作。”王贤妹也恶毒地说：“对，指不定林墨兰身上有多少妇科病，这个孩子就不一定能生出来。”啪！这句话触碰到张磊的逆鳞了。王贤妹被一巴掌打得坐在地上，她捂着快速红肿的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张磊：“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说诅咒孩子的话，我会把你的牙一颗颗打掉。”李大花气急败坏：“我的傻儿子哟！为了一个恶毒女人和肚子里不知道谁的种的野孩子，你就要寒了你妈和你弟媳妇的心！”张磊爆发了：“你们不就是不想让孩子生下来吗？这样所有的财产都是大虎的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。”我假惺惺地抹眼泪：“你们不就是不信任我吗？好，我一定会给你们证明孩子就是张磊的。”隔天我就单独去了趟医院，检查和做手术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地完成了。最后我在手术单上贴上便利贴，写了一行字：“既然不相信我，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也不会幸福。”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将手术单快递到王贤妹的住处，我还打电话把张磊叫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出事了。
不过事情的发展趋势完全不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张磊拿刀砍了李大花，王贤妹抱着孩子跑了老远才报警。等警察赶到他身边时，才发现他早已吓得大小便失禁。他们计划铲除我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自行残杀起来。我只想让他们看到流产证明后痛不欲生，再加一场互撕大戏。没想到张磊直接拿刀砍人。张磊已经疯了，情绪一直处于比较激动的状态，一醒来就嘶声力竭地要孩子。我好心把他送进精神病院，并且向法院申请了离婚，法院很快就同意了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亲自去了趟他们的出租屋，见到我来，王贤妹激动地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“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家！”我嗤笑：“别忘了这房租费用还是花我的钱呢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月房租也快到期了吧？不知道你们手里的钱够撑多久呢？我来这主要是想看看李大花的情况怎么样了，毕竟大家婆媳一场。”进了屋，一股子腐臭味扑面传来。王贤妹哪有什么钱让李大花住院？抢救回来，刚脱离生命危险，就强行不让她住院了。此刻的李大花全身上下就眼珠子能动，她看着我，眼里写满了不甘。我嗅了嗅鼻子，臭味就是在她被窝里散发出来的。一掀开被子，伤口腐烂的味道和粪便的味道交杂在一起，朝我扑面迎来。我差点当场吐出来。王贤妹，好歹她也是你亲婆婆，她都大小便失禁了，你也不帮她收拾一下，你就不怕张伟出狱后李大花告状？王贤妹厌恶地看着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李大花，阴森森地说：“她能活到那个时候再说。”我没想到王贤妹就这么毫不避讳地当着李大花的面说。我偷瞄李大花一眼，看她有什么反应。此刻她的眼睛由于惊恐猛然睁大。当晚我就听到了李大花的死讯。我猜测王贤妹即使恶毒，也未必真有杀人的胆子。李大花八成是白天听了她得话，被活活吓死的。房租很快就到期了。为了生存下去，王贤妹开始四处找男人相亲。听说她这一次相的还是个有钱的小老头。来到相亲地点，我拿起60多万的欠条往桌子上一摆，对前来相亲的老头说：“你是不是真心喜欢王贤妹？”小老头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猥琐地说：“那是当然，我对贤妹一见钟情。”那好，把他欠下的60多万还给我。小老头一听吓得不轻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，甚至连饭钱都没付。王贤妹发了疯的要打我，却被我闪身躲开。她不顾形象地在餐厅发疯，诉说着她的委屈。林墨兰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要在意这60多万？你难道没有同情心吗？不帮助我也就算了，还要逼我还钱，就连我相亲也要破坏掉。你怎么不去死？我撇撇嘴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不会向你索要那60多万了吗？来日方长，我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和你耗下去。我不是白莲花，也不是圣母婊，我不欠任何人的，也不允许任何人欠我的。我推开门，大步走出去，阳光明亮，清风微拂。我没有回头，只丢给王贤妹一句话：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。你们今天的境遇都是自己亲手种下的，怪不得我。回头见。王贤妹瘫坐在地，掩面而泣。